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姐。上一集讲到，1985年11月22日晚上10点37分，在经过近6个小时的问讯后，联邦助理检察官约瑟夫·亚洛尼卡授权联邦调查局将金五代正式逮捕。惨遭剁手出卖而被捕的金五代，接下来的命运会怎样？中国政府会出面营救他吗？对于这些疑问，咱们今天接着讲。前面提到，这个亚洛尼卡，他是联邦助理检察官，但他也是司法部委任的金五代案的法律顾问。咱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讲的。在问讯过程中，我认为他在耍花招，他们管他要护照，他把过期的护照给了他们。我们手上有过期护照的都知道，过期护照上面会有一个记号，或者会被剪掉一个角，所以当金五代交出过期护照的时候，他们说等一下，这是过期护照。他说我不知道另一本在哪里。在他被捕后不久，他们对他搜身，果不其然，有效护照就在他身上，还有一堆现金。金五代被捕时，探员们在他身上搜出了470美元的现金、400美元的旅行支票、空白支票、银行卡、信用卡以及电话卡等物品。我认为金无代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做这一行已经30年了。当有人来敲门，他又对他们招认了这些之后，如果有机会能逃跑不被逮捕，他恐怕一定会逃跑的。当晚，探员们还搜查了金无代的办公室和住所，收缴了几大箱证物。他们找到了飞行记录、旅行信息，他去过多伦多，诸如此类。这些记录完全可以佐证我们的调查。零零星星的纸片丢着这儿一张那儿一张，他会记下我从某某人那里收了2000美元，这几乎就像是一种供词。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记录保管员，像个耗子似的，什么都攒着。一个好间谍是永远都不会保留这些可能会给自己惹麻烦的东西的。金无代30多年的好友张茂林说，因为他有一个记事本，一个小本，一个的，就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每天那个做好像日记啊，很简单的日记，就一个小本上，就是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他到大陆去之后，他在小本上就写了，就他也是百密一疏啊，他不应该把这个东西写在他那个本子上，就说是那会儿大陆的好像是我忘了是公安局还是公安部的一个单位，反正请他吃饭，有这个熊掌。联邦调查局在金无代的住所找到6本日记，其中他用英文简短的记录着：81年7月11日，欧和盛收到5万元港币放入百乐保险箱，承诺5万美元。1982年2月6号抵达北京前门饭店553房间，80元人民币一天。朱来酒店谈计划，李副部长当晚会面，吃熊掌属珍馐美味。1982年2月25日，与李、魏、朱、欧谈生意之后涮羊肉。当张茂林被问及他对金五代的最初印象，以及金五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时，张茂林说，当时给我一个印象，就是金五代是一个很能干的，他一方面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啊，另一方面在这个平常我们这个来往啊，他也很活跃，就常我们约我们大家跳舞啊什么的，反正我就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就是很能干、很活泼的一个人。大约是在1959年前后，金五代和联合国军之声的女主播周瑾瑜开启了一段冲绳之恋。尽管金五代当时有自己的妻子，周瑾瑜也有自己的丈夫，而且2人各有3名子女。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们2人的结合，并在60年代初移居美国加州。
金五代和周瑾瑜的关系后来并不融洽，因为金五代在外面女人不断，甚至对妻子周瑾瑜暴力相加。金五代出事之前，至少有2、3年吧，他们感情就有一点问题。后来他又跟有别的这个女朋友来往的，这我都知道。联邦调查局在监听金五代的电话期间，也发现了他极度沉迷于女色的特征。He was in conversation with a young woman in New York. 他和纽约的一名年轻女子通电话，谈话当然都是中文，我们自然也找了懂中文的人来听。他在谈话中一直说：“别忘了带那个玩意儿。” Don't forget the machine. And I said, What do you mean by the machine? 我问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意思啊？他们说这是他们能给出的最好的英文翻译，因为他一直说别忘了带那个玩意儿，我们就一直在想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会不会是什么信号装置，是和他们收集情报有关的吗？金五代和这名女子约定在华盛顿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会面。联邦调查局在机场检查了这名女子的行李。We found out the machine was a battery. 我们发现这个玩意儿原来是一个装电池的成人玩具，和情报收集信号装置没有半点关系。联邦调查局采取了一个在当年看来尚属前卫的举动，请行为学家对金五代做一个全面的人格分析。One of the things that came out of this is the fact that he seemed to have an inability. 分析结果中的一点是，金无代似乎不能也不愿和任何人发展亲密的关系。他和那些女人的关系是纯肉体的，和感情毫不相关。Women was completely physical. There was very little emotion attached to it. 而这或许正是一个好间谍所应具备的。从很多方面看，金无代是一个完美的间谍。他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钱。金五代的财务问题也正是检方取证的一个重点。检方证实，从1952年到1985年，金五代总共接受了中国情报机构的约18万美元，这些钱分别存在香港的华侨银行和汇丰银行，包括现金账户和一个价值10万美元左右的黄金账户。1982年，金五代要求中国情报官员帮助他在美国发展生意，经营房地产。在这个楼里，金五代一共购买了5个单元，在华盛顿周围和内华达州，他一共用贷款购买了31处房产作为出租房，总价值70多万美元。除了经营房地产外，金五代还热衷于赌博，是拉斯维加斯等地各大赌场的常客。经常陪他一起出入赌场的妻子周瑾瑜回忆说，金五代赌博很有一套，基本上是9赢1输。然而他的财务记录所显示的却恰恰相反。金五代的会计师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从1976年到1982年，金五代给各大赌场开具的支票总额为96700美元，在人前营造赌神形象，实则债务缠身。这个谎言的背后可能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He was trying to launder that money 他想通过赌 through his 博来洗 gambling, 钱。 won money 如果他赢了钱，至少在他看来，这些是干净的钱， that was clean money. Okay? 因为从香港来的钱和那些他赌赢了以后放入当地银行的钱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Putting in his local bank account. 和赌博时输得豪爽相反，在日常生活中，金五代却非常节省。他衣服啊，甚至于鞋袜，都是到那个 yard sale 去买。他从来没有买过，就是到这个百货店给自己买一件新的衣服，没有。我为什么很清楚呢？因为周瑾瑜有一次跟我说，他说这个那个金五代的生日，
他说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买过一件新的衣服，所以周景瑜说想送他一套西装，没有买过新的汽车。The most effective spies are those who are just on the surface. 最成功的间谍是那些表面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他们从不惹人注意，不开豪车。你要知道啊，007那样的间谍其实并不是那么有效的。从金五代被关的第一天起，周景瑜每周2次去拘留所探视他，风雪无阻。他们还几乎每天通信。1985年12月11日，周景瑜写道：总之，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我绝不记仇，只盼你能早日回到我的身边，想想晚年相守之福。12月13日，金无代在狱中回信说：小瑜，我知道你爱我是多深多纯，简直是唯一的命根，所以在地震大难临头时，人人都往屋外跑，而你却往屋内冲，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我还在屋内睡觉。你这样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之度外的，纯粹出于本性的行动，实在深深感动了我。难怪好友张茂林跟周景瑜开玩笑说：你们早知道这样，他信写得这么好，你们2人怎么还要离婚？这个信比一般的情书都写得好。在他们的婚姻中，周景瑜曾经2度提出要与金无代离婚，后来都由于金无代苦苦哀求而放弃了。一天，金无代告诉周景瑜，他在香港银行里有10万美元存款，他要周景瑜去取出来，以防不备之需。那时候我就劝周景瑜不要去，我说你这个钱绝对拿不到的，出事他一定把这个钱冻结。这个呢，可是周景瑜不相信，他还是跑了香港去了一趟，回来就白跑一趟，说拿不到，他说就像你说的冻结了。1986年2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诉金无代案正式开庭。庭审一共进行了4天，金无代本人在第3天作证。那次审判的法官说，他从来没见过金无代这样的一个人，不仅对自己被控的罪行供认不讳，而且还编出了一套缜密的说辞为自己辩护。金无代在自辩中说，他做这一切的动机不是危害美国，而是让美中2国化敌为友。他特别提到1970年，他曾把总统尼克松给国会的一份特别报告交给中国。报告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说，美国将采取行动与中国建立务实合作的关系。尼克松的态度转变让我非常惊讶，我想让周恩来看到这份文件。直到今天，很多有关金无代的文章和书籍中，仍然会对他1970年传递这份情报大书特书，甚至有人认为他应该被看作是美中建交的功臣。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金无代作证的2天前，在同一个法庭上，联邦调查局探员马克·强森出庭作证，提到金无代供词中有这样一句话：从1967年到1976年，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人。金无代一向在日记中细心记录下自己的每一次行程，而在1968年到1976年这一段时间，他的日记中的确是一个空白。所以金无代在1970年真的向中国传递过那份情报吗？更可能的是，这只是他编出来的一个谎言，一个为夸大自己功绩、开脱自己罪行的谎言。1986年2月7日下午4点，12名陪审员经过3个半小时的讨论后裁定，金无代17项控罪全部成立。听到审判结果时，
金无代面色冷峻，而坐在旁听席第一排的周景瑜哭得几度晕厥。最后由法警架出法庭。庭审结束后，金无代回到拘留所，等待3月4日的判刑。在铁窗背后，他依然对中国政府出面营救他抱有希望。尽管他已经从报纸上知道，就在他被捕2天后，美国国务院正式向中国提出抗议，而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回应说，我们同那个人没有任何关系，美国方面的指控毫无根据。但金无代还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在一次探视中，他提出要周景瑜去一趟北京，设法求见邓小平。他说，只要邓小平能给里根总统拨通1次电话，有可能得到释放。金无代要他去北京去见邓小平，然后邓小平可以救他。我说这个根本绝对不可能。我说你到北京去见邓小平，我说中国那个时候根本不承认你是中国的这个间谍，他怎么可能接见你呢？邓小平。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去。1986年2月19日下午，周景瑜和往常一样去探视了金无代。那天晚些时候，金无代还接待了另外一位访客，纽约华文报纸中报记者陈国坤。那时的他似乎依然相信中方对他不会袖手旁观。他说，至少要做给世界看，是不是啊？2天后，1986年2月21日上午9点37分，睡梦中的周景瑜被电话吵醒，对方自称是报社的记者，对他说，你的丈夫金无代今天早上在拘留所里自杀了。周景瑜后来在回忆录《我的丈夫金无代之死》中写道，我的脑际轰的一声，完全空白了，放下了话筒，双腿发软，站不住，全身好像一滴血也没有，冰冷，双手麻木。法警告诉他，21日早上6点半，金无代吃过早饭后回到房间里自杀。当时他把一个垃圾袋套在头上，用一根鞋带绑紧在脖子上，窒息而死。他的桌上还放着一封没来得及寄出的写给周景瑜的信。在威廉王子县成人拘留中心，狱警展示了当年关押金无代的牢房。房间在这，这是当年关他的房间。我们可以出来看电视，有人会把餐盘送进来，那边是电话、马桶和洗手池，他们还有一个洗澡间。连洗澡的地方，当年就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当年他就住在这里边。这个铁床当年是没有的，当年是没有铁床的，所以他睡的地方呢是睡在这个砖砌的这个床上面。金无代死后，他做医生的儿子金木石参与了法医验尸，结论是金无代是自杀，没有他杀的嫌疑。然而这并不能完全打消人们的疑虑。我一直都怀疑，我到现在还怀疑，他完全不像这个自杀的。最后一次那次，他那个信里面还周景瑜还让他让周景瑜第2天给他带什么东西来，可是那天早晨他就自杀了。所以我就觉得蛮奇怪的。金无代长女金美石说，父亲是那种当他走进一个房间，整间屋子都会亮堂起来的人，他就是有这样的人格魅力。我也是这样的人，我的哥哥弟弟也同样。我不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我的父亲也不会。我们都是生命力太强的人。他去吃了早饭，回来后把一个垃圾袋套在头上，再绑上一根鞋带，
在我看来，这需要无比的自制力，它像是专门练习过似的。人们的自然反应、直觉应该是把带子扯下来， Not Larry. 但金乌代不是，他就那么做着。能做到这一点，真的需要了不起的自制力。我认为，除非有人暗示他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否则他应该不会这么做。That it was time to end this. 亚洛尼卡所说的友人，指的是金无代生前的最后一位访客，那名中报记者。中报当时是美国华人社区一份亲中国的华文报纸，与中国官方关系密切。Maybe I'm reading too much into it. 或许我过分解读了这件事，但是当有这样一位访客，一位中国的记者，我确信他是中国情报部门的人，或者是大使馆或领事馆派来的。这其中的巧合实在是太多了。The coincidences are too much. 当被问及那个时候给金无代的量刑是什么时，亚洛尼卡说：“我们没有到那一步，因为他自杀了。你是说本来应该是什么？ Life, without parole. 无期，不能假释。”金无代的3名子女目前都居住在美国加州。金无代来到美国之后，只有他的长女金美石曾经在金无代和周景瑜身边生活了2年。面对采访，金美石不愿出现在镜头前，但她同意带大家去看看她父亲的墓园。在金美石眼中，父亲乐善好施，对于穷人格外慷慨。在路上遇到有人卖10元一副的手套，他会掏出15元给人家。金美石相信，父亲是因为看到中国人民的苦难，想要向他们伸出援手，才做了他所做的这些。金无代就长眠在这里，在他的亲冢之旁安葬着他的妻子周景瑜。2011年，他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金美石说，从小到大，他们兄妹3人只知道父亲为美国政府工作，并不知道那个机构是中情局。父亲出事让所有人感到震惊，他们都觉得一定是搞错了。尽管谈论父亲并不是家里的禁忌，但是几十年来，一家人很少碰触这个话题，并且愿意一直沉默下去。但是金美石说，我深深的尊敬、仰慕、热爱我的父亲，我喜欢我爸爸，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金无代自始都不知道他是如何暴露的。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说法，1985年10月前后，那个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的线人剁手叛逃到美国。根据前联邦调查局中国反情报组组长IC 史密斯的说法，如果剁手没有离开中国，他们是不会逮捕金无代的。No. 不会，我们会忍下来。如果剁手没有采取他的行动，我不知道金无代今天会不会还健在，但是他本来可以活得很长久，不会被发现。He'd lived a long life and never been detected. 那么，这个出卖金无代的剁手，他到底是谁？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他是怎么被中情局招募的呢？揭开层层迷雾，我准备做一期有关这个剁手的视频。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条影片。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看更多精彩的影片。感谢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